大家好，这里是 GH。今天我们讲解最后一部分内容，就是睡觉。关于睡觉，游戏里有很多机制上的问题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我想还是回到游戏的初衷，让大家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睡眠。首先讲一下怎么判断睡觉之后出现的宝可梦数量。我们到网上找到每个岛的能量和宝可梦出现数量的对比图。我这里拿蒙绿之岛举例。第一步，我们查看卡比兽现在的能量，然后根据卡比兽能量乘以100分的睡眠分数，得出自然之力。第二列是睡眠时间，第三列是睡眠时间占全天睡眠时间的比例。比如睡 1.5 个小时，就是 1.5 除以 8.5。然后我们用第一列的总自然之力乘以第三列的第一觉占比时间，我们就可以知道第一觉睡多长时间可以得到多少睡眠之力。然后把睡眠之力和网上的图表做对比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觉睡 1.5 个小时之后，在蒙绿之岛可以出现5只宝可梦。睡2到3个小时都是出现6只宝可梦。睡 3.5 个小时就可以出现7只宝可梦。如果一天只睡一觉的话，就是8只宝可梦。这个计算方法可以给一天2觉的玩家做参考。对于一天一觉还是一天2觉，这里各有利弊，大家自己选择。接下来讲宝可梦的睡眠类型。之前的节目介绍了宝可梦的选择，还有各种玩法。然后我们就要通过睡觉去选择对应的宝可梦。宝可梦 Sleep 根据每天监测的睡眠结果，会对应出现3种睡眠类型。每种睡眠类型出现的宝可梦也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经常出现同一类睡眠类型，宝可梦 Sleep 会自动平衡到其他的睡眠类型。这种机制理想是好的，不过现实却是非常矛盾。游戏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规律睡眠，但是规律睡眠得到的宝可梦多数都是同样的睡眠类型，能选择的宝可梦也是同样的。虽然宝可梦公司会有调整，但是调整的频率比较低，也比较不可控。我个人是用 Go Plus 监测睡眠的，虽然我的睡眠比较稳定，但是还是想抓各种各样的宝可梦。所以在这里总结了一下睡出3种睡姿的方法，大家可以参考。在介绍之前再强调一次，宝可梦 Sleep 的游戏初衷还是让大家关注自己的睡眠，所以只有你特别想要某个宝可梦的时候，再考虑我的方法。Go Plus 睡浅浅是最简单的，放在枕头下面就好。深深睡眠就是把 Go Plus 放在床上不容易震动的地方。安然入睡，我想应该是大多数 Go Plus 玩家遇到的问题。距离远了成了深深睡眠，距离近了又成了浅浅睡眠。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使用循环计时器，但是一定要带静音和震动功能的。因为很多玩家可能不感兴趣，所以说对于循环计时器的内容，我们放在下期进行讲解，这里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下期节目。到此为止，宝可梦的游戏内容基本已经全部讲完了。希望通过几期视频对新手朋友尽快上手游戏有所帮助。之后如果大家在某些方面疑问比较多，我也会再出视频进行解答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